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来看一下兰花花梗上面修剪的一些重要事项，还有考量因素。最近呢，我还是持续都有收到一些兰友发问的问题，是关于花梗上面的修剪。那之前其实我有做过影片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今天呢又有一颗兰花是在花梗上面需要修剪，所以给你看一下它当时的一些状况，然后在这个尾端呢，我们也加上了我之前做过的影片，方便你们做参考。这颗兰花呢是朋友拿给我旧的一颗兰花，他直接给了我。当时开完花呢，有一个花梗左边的已经干掉了，右边的呢，你看它就干到一半，所以呢，我左边那个完全干掉的就直接从底部就剪掉了。那右边的那个花梗呢，我是只剪到它干掉的部分，那绿色的部分我继续保留着。花梗只要是绿色我都不剪，原因是因为它有可能会有高芽或者是继续开花的可能。再来呢，就是有可能呢它会被自行吸收回去，那因为花梗里面还是有一些养分，如果吸收回去的话呢，它本身植株就可以再进行利用。那这边12月底的时候呢，当时它正在长的新根呢，有3条根系都已经长到就是水草的部分了，所以呢它在继续往下长的时候呢，我就会在上面再多铺一些水草，让它能够比较长时间的在水草里面吸收营养，保持湿润。说起兰花花梗的修剪，说简单很简单，但是说难，如果你要真正做到正确，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眉角的，台语话叫做眉角。所以呢，接下来呢，我就把我之前做过的影片放在这边给大家分享。如果你已经看过那个影片，可能也利用这一次的时间温习一下，看看你是否还记得这些技巧呢？它的花梗非常的长，它是属于就是一般大型的这种蝴蝶兰，花梗很长，花虽然都已经掉完了、谢完了，但是它的花梗我依然保留着。因为基本上我兰花的花梗我是都，除非它变黄，然后已经就是像兰花植株的底部黄，慢慢这样黄过去，整根花梗都黄了，我才会把它剪掉。否则只要是绿色的部分呢，我都还是尽量把它维持着，不剪掉。那也因为这样，这长花梗，所以它就变得有点头重脚轻。所以呢，我用最下面的这个盆放在它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主要是因为让它能够不要我这边是额外有用一根 stick 把它架起来然后因为它这个花梗非常的长，然后也很重，所以这颗兰花呢，基本上今天就是要让我来修剪它的呢，这就是这颗兰花它的一个花梗的长度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它从这边一直延伸到这边，所以花梗很长，这也是为什么它有点头重脚轻的原因。所以如果我没有用那根小签子把它夹住，然后再放到这个盆子里面的话，它基本上很容易就倒掉了。那我这个其实都是放在架子的最上层，所以它很容易就会登高跌落。左边的这些工具呢，是我等一下需要修剪花梗所需要的工具，等一下我会再一一介绍。当然我的这个剪刀已经用酒精 50% 浓度的酒精还有 3% 的双氧水已经消毒过了。左边汤匙里面摆的东西呢是肉桂粉，肉桂粉它有抗菌防霉的作用，所以当我们把花梗修剪掉之后的伤口呢，可以用棉花棒或者是类似像这种小刷子的东西沾一些那个肉桂粉，在我们修剪的那个伤口能够涂抹上一些，这样子有助于那个伤口的愈合，然后干燥，所以也可以
进而帮助这颗兰花避免其他不必要的感染。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修剪花梗。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部分呢，其实这颗兰花它总共呢有2个刺花梗哦，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那一般来说，尾部的部分，已经开过花的部分啊，这些部分都不会再有任何的东西了，除非它有续花性的话，它有可能在最尾端的部分继续长。但我们都知道，这种杂交品种呢，它是没有续花性的，一般兰花是没有续花性的，所以呢，我们呢通常都是在开花完之后的部分，这一段做修剪，就是这一段做修剪。那我个人喜欢剪在大概就是1/3的部分，或是留2/3，因为有时候你从这边剪完之后，它也许还会再往后面黄个一段，所以你不要完全就从这边剪掉。所以我大概都留个2/3，从这边剪掉。那后面那个刺花梗呢，也是一样哦，我就因为这边之前也有开花，所以往后面数过来，这边是最后一个花节，所以我就会大概也是从1/3的地方退后1/3从这边剪掉。这一次其实也是我第一次一根兰花的花梗上面有2颗刺花梗同时在生长。一般来说它就是只长一个刺花梗，就是 secondary spike， 但是这一株居然有2个刺花梗，蛮特别的。那我之前有提到，在影片的最前面有提到，我通常一般花梗我不剪，除非它已经变黄干枯我才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时候能够长刺花梗那当然它就算不长，它绿绿的呢，当它慢慢渐渐的往后变黄枯萎时候，它其实花梗里面的养分也可以慢慢的被植株本身再吸收回去。因为呢植物体里面有一种叫做 mobile nutrient， 就是它能够移动的养分，那有一些是 immobile nutrients， 就它没有办法再被吸收利用的，吸收回去做利用的。那这些如果你不把它剪掉的话呢，这些能够被移动的这些养分就能够被植株本身吸收回去。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呢，是我已经修剪过的花梗，我接下来呢就会用肉桂粉在剪掉的地方伤口的部分涂抹一些肉桂粉，让它能够尽快的把伤口愈合，避免细菌感染等等。那各位现在看到的呢，这就是已经涂上肉桂粉的花梗。那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呢，在使用肉桂粉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肉桂粉撒到根系上面，因为呢这个肉桂粉它有干燥的作用，它有很多吸水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使伤口很快的愈合。千万不要让它撒到根系上面，因为这样子的话，那个根系会干死。看到这边，不知道第一次看这个兰花花梗修剪影片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学到新的东西。其实这边做一下总结哦，就是说在花梗修剪的时候，你要先看一下这个花梗它到底是有没有续花性的花梗。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如果还是绿色就不要剪它。那如果要修剪的话，你的工具一定要经过消毒，你的剪刀要消毒。再来伤口的部分呢，你可以酌量用肉桂粉来进行一个感染的预防。再来呢，就是剪花梗的位置。如果整个花梗已经干枯了，其实从最底部剪掉就可以。如果呢，它只干到花梗的一半，你就是剪在它干掉的上半部分。那如果是它整个花梗还是绿色，你真的很想剪的时候呢，就是它的第一朵花的那个花节往后退一点点的部分修剪掉就可以了。希望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有回答到许多兰友最近问我关于花梗修剪的相关问题。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
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